钟无艳的故事呢，在中国流传范围非常广。它不仅是民间传说里边有，在这个历史典籍里头呢，也隐约提到了一些。同时还有文艺作品里，你比方说戏剧，像评书，这里边的情节呢，大同小异。战国时候，齐国有个无颜县，有一个姓钟的女子，长得奇丑无比，所以人家管叫钟无艳。就是这个油盐酱醋的盐，后来在这里把它弄成钟无艳，其实就是在名字上找一点卖点，它本来叫钟无艳。这个无颜女丑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个电影里头啊，郑秀文说丑就是在眼睛下面加块红斑，算不上丑。你搁现代什么激光美容技术都能去掉。可是历史上真实的钟无艳，额头两个眼睛都往下凹，就这块看着跟骷髅头似的。然后呢，鼻孔往上翘，耳朵还特别大，牙露在外头，肚子还大，皮肤黑的要命，头发掉的没几根了。就说历史上真实的钟无艳可能有丑化的迹象，但可以肯定这100%是个丑的不能再丑的女人，就没法看了。这齐国呢，到齐宣王时期呢，这个齐国的国力就不行，面临着内忧外患。这个钟无艳呢，虽然是女人，却很有才能，就上到这个皇宫里头来找这齐宣王，就说我呀，给你说出现今齐国有4大危机，我能帮你平定这危机，一五一十讲怎么治。齐宣王一听服气，确实有能耐。那你有什么要求呢？没别的要求，我要你娶我当皇后。你看在这个电影里头是说这个钟无艳呢，他师祖跟他说，你跟那齐宣王啊有婚姻之缘，你俩人如何如何。他根据这个迷信呢，他就信了。在历史上真实呢，说这无颜呢就想当着皇后。其实当皇后呢，掌握着更大的权力呢，他也可能方便他去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历史典故就到这儿为止。那么后来历史真实呢，说这个钟无艳呢，也是帮助了这个齐宣王，干了很多好事治理天下呀，又是防止秦国进攻啊等等的。据说后来呢，也是平平安安的死到齐国的王宫里。那么这个电影里头，我们看是经历了一些磨难，这齐宣王终于明白我爱的是谁了，最后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那么说历史上有没有夏迎春这个呢？典籍里是见不到的，没有。一直到元朝的时候呢，元杂剧各地方演戏剧，在演这个丑女钟无艳这个剧里边呢，就杜撰出了夏迎春这么个角色。为什么呢？为了反衬齐宣王的昏庸无道。这齐宣王啊，把这美女夏迎春迎进宫，漂亮这是。一到有国家大事，有打仗啊或者处理不了的事了，求钟无艳出马，钟无艳给他安顿好了。可是，一到天下太平没事的时候，他就不理钟无艳了，给他打入冷宫，甚至坐天牢。这边的宠幸夏迎春，所以有那么个民间的这个说法，叫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咱们现在社会也有这么用的。你比方说哪个单位，有一个人这个业务能力很强，领导有事真倚重他，到有事了用他办了，等回头分房听几声好事，见不着他了，让那些溜须拍马人得好处了。所以人管这现象也叫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这典故是从这儿来的。那么这部戏里头呢，对3个主角的这个演技上的考验是非常大的。这个戏里边呢，集中了山大王啊、狐狸精啊、妖魔鬼怪啊这些事儿。里头你看这个梅艳芳也发挥了自己搞笑的特长。可是这个戏无论怎么搞，它还是一部爱情片，它是写爱情。而且这个爱情故事啊，你看着是古装戏，它几乎却涵盖了我们现代人处理爱情当中种种。你比方说这里边这个钟无艳象征是什么呢？其实你看的说是爱上齐宣王，被狐狸精被这个夏迎春给弄的，一动上爱齐宣王念头，马上就变丑。
它其实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好多我们现代人呢，为了追求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放弃自己的性格。就是那歌手唱的，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它象征着这个，就是我为了爱一个人，把我自己的东西都不要了。可是这些东西不要了，对你可不见得是个好事。你丢掉了自己认为对方可能不喜欢的东西，但偏偏是这些东西你丢掉了，你的魅力也就丧失了。你的爱那人可能因此也不喜欢你。所以两个人相爱呢，绝不是为了对方抛弃一切，你要保留你自己的东西。他为什么会爱上你呢？可能就是你有这种个性和魅力，你把这个抛弃掉了，个性魅力没有了，无条件的顺从是很难引起对方对你的爱。所以这里边钟无艳它是有象征意义，而这个夏迎春也有象征意义。她作为一个狐狸精变的美女，很容易就获得爱，所以这个夏迎春象征是什么呢？特别容易获得的爱情，往往不怎么值钱，也不会长久。而钟无艳呢，经过千辛万苦，最终获得了爱，而这样的爱，我们看起来应该是真爱。而且他利用两个人容貌上的反差呢，揭示了现代爱情的一个道理。就这个女人，咱们这个社会说美女会得到更多人追捧，这没错。一个女人如果长得不好看，变成丑女的话，咱们实事求是说，她将失掉一半做女人的乐趣。女孩子都知道，尽管她不喜欢某个男人，但是身边男孩围她转，她高兴。有的女孩子就是一天没有人追她，她都不高兴。她不见得是爱上这人，她喜欢这种感觉。那么在我们的社会里，毫无疑问，美女会获得这样的感觉，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整容，那么多人希望使劲捯饬自己变得漂亮，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但是大家要相信，老天爷是公正。当美女很容易收获一些爱情的时候，可能这种爱情是廉价的；当美女很容易获得众人追捧的时候，可能这个追捧背后，它是对你美貌、对你身材、对你年龄的这种向往，而不是真爱你。当你这些随着年岁增大，一天天失去的时候，可能这种爱情、这种追捧都没了。那么你这种落差如何面对呢？那么对一些丑的人来讲，他开始就没有得到这些，当他年华老去的时候，反而人从来没有注意他的容貌什么样，他的才华却得到完整的发挥。所以这个戏里边我们看呢，丑女钟无艳到最后收获了真爱，而美女夏迎春呢，到了最后她也来回的彷徨，这到底是不是真爱？我到底想爱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大自然一个奇妙的平衡的道理，就是好事不会总琢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你不是仅仅拥有了一样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复杂。人生的好运气也不是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你，你可能开始好运气用的多了，后边就没了。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说你这样有点违心，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如果你违心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态会很平和。如果你什么事都以眼下的现实为一切依据的话，恐怕你的生活为物质所困，会过得很痛苦。我们看呢，钟无艳这部片子，它是用爱情世界的一些规律来诠释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普遍规律。那么它这里边呢，还有对爱情深入骨髓的描写。一般有一段戏，就是钟无艳呢，对着水在看自己的容貌。这时候他已经想不爱齐宣王，胡班也没了，又恢复了美女形状。这时候他就疑惑了，周围是满天芦花，像雪一样飞过，他就跟狐狸精有番对话，说爱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两个爱的答案，是拷问我们现代人的最好的一道问题。你认为爱是什么？前一个答案是标准化答案，你比方你爱一个女人，这女人说那有一天我离开你的，你要是为了追求幸福，我宁可失去你，让你更幸福。这是很多男的在这时候胡说八道的话，他能做到吗？根本他就做不到。自古以来有这么一句话形容女人，说他们是为情而生，为爱而活。当然了，这个话呢，不是指说女人一辈子就要从一而终，但里边呢也允许你移情别恋。可是在三从四德的古代社会，
如果这种事儿呢发生在宫廷里边，比方说皇上的女人要是移情别恋，这可坏了，这就不仅仅是醋海声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敏感的风向标，由此甚至可能产生宫廷政变，甚至皇位易手。咱们今天的节目里呢，就跟大家说几个历史上女人中的狠角色，给皇帝戴帽子的狠角色。咱们说说这么几位。首先呢，咱要给大家说这位叫赵姬。有人说谁是赵姬？我说他不知道，但我说他儿子你一定知道。他儿子谁呢？秦始皇。秦始皇的母亲赵姬。说这赵姬不是他的名字，就是他的代称。什么意思呢？他是赵国的一个歌姬。就是反正大户人家把你叫来，你给唱歌跳个舞干这个的。那么这个赵姬呢，被赵国当时的一个富商给看上了。这个富商的名字叫吕不韦。咱们很多朋友读过一本古书叫《吕氏春秋》，就是这吕不韦写的。吕不韦何许人也呢？是当时赵国邯郸城里的首富，搁现代话说就福布斯排行榜第一，很有钱个大商人。他出去呢吃喝玩乐的时候呢，就看上这个赵姬，把他领回到自个儿家里头，纳为小妾。这对于一个貌美如花的歌姬来说呢，他不管他怎么能耐大，会唱歌会跳舞，长得漂亮，他嫁给这么一个富豪，对于他来说就是荣华富贵，掉进了蜂窝里边。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吕不韦看上他另有所图，不仅仅是图他年轻貌美。那吕不韦想干嘛？吕不韦想把赵姬当做一个礼品，也是一个卧底，送人。送给谁呢？这个人呢叫赢异人。赢呢就输赢的赢，异人起义的义。异人。说怎么这个姓挺怪呢？大伙儿记得秦始皇叫什么吗？有人知道秦王嬴政对，嬴政。这个异人就是嬴政的父亲。说是父亲，不是真父亲。怎么回事？你接听我往下说。这个嬴异人呢，当时在赵国，说他这个秦国的王孙怎么在赵国待着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春秋无义战，战国时候更打的乱七八糟，说打仗就打仗。有的国王为了自己的地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管孩子的性命不性命，所以凡是当人质的王孙朝不保夕，等于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这个嬴异人呢，就是这么一个倒霉的，被这个秦国呢给送到赵国当人质。所以他在赵国这日子，你想能好过吗？可是这时候偏偏吕不韦看准了，看准什么？这个嬴异人将来能当皇，能当大王。所以由此吕不韦想到了一招狠毒的办法，政治投资。就这么呢，他把嬴异人请到自己的府邸，请他喝酒。喝酒的时候呢，就让赵姬上来跳舞来。这嬴异人一看眼睛都直了，赵姬长得真漂亮。所以吕不韦一看上套了。所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把赵姬弄下去，就跟嬴异人说了，说我准备把我这歌姬赵姬送给你当老婆，你看怎么样？哎呦，嬴异人一听乐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身边有个俏佳人陪着，多美的事儿啊！那对吕不韦是千恩万谢。就这么的呢，酒宴之后就把这赵姬带回去了，成他老婆。可这个时候赵姬已经怀上了，怀的谁呢？怀的吕不韦的孩子爱姬。结果这孩子生下来了，异人不知道，把他当自个儿的宝贝儿看待。结果没过几年呢，这赵襄王驾崩，异人他爸爸安国君继位，又没过3年，安国君驾崩，异人这下走了鸿运了，被从赵国迎接回秦国，登基大典。这他一当了大王了，异人呢肯定得报答自己的恩人呢，把吕不韦弄过来呢，当朝的宰相，然后赵姬呢肯定就是皇后，立呢嬴政为太子。
结果这个时候吕不韦跟着过来了，成了秦国的相国了，那不得了了。他始终保持跟赵姬有一腿的关系，就瞒着这一人。没过几年，一人身体也不怎么好，死了。这时候呢，秦王嬴政13岁登基，你看岁数小啊，所以这时候吕不韦被封为亚父，相父，就我们说仅次于他爹，执掌朝纲。这回他跟赵姬更加肆无忌惮了。这个时候吕不韦啊已经快60了，而赵姬呢刚30多岁，虎狼之年。吕不韦有点扛不住了，说这么下去，我这把老骨头得交代到这儿，怎么办呢？我给你找个替代品吧。找谁呢？找的这个人呢叫嫪毐。这个嫪毐呢没别的长处，就身体好，身体素质相当好，而且呢据说这个房如术练的还不错。就这么的呢，他把这年轻的嫪毐啊假装成太监宦官给送到宫里去了。那跟赵姬一见面，干柴遇烈火，俩人就好上了。吕不韦呢得以抽身出来，安心当他的政治家。就在那个时候，吕不韦写下了《吕氏春秋》这部书，传世之作。那么这个时候，秦王嬴政一天一天的长大了，他也听说了自己母后赵姬啊跟着嫪毐不干不净。到后来弄出什么事来呢？赵姬怀孕了。为了躲这事儿啊，就说我在皇宫住着不舒服，搬到城外20里的一个地方叫雍宫，躲到那里边了，把跟嫪毐这俩孩子还生出来了。这个时候嬴政呢一心忙活着一统六国，没工夫管这事儿。尽管挺恶心，他听了之后假装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时间长了，逼得他没招，俩眼都得睁。为什么呢？这嫪毐胡说八道。有一次借着跟群臣喝酒的功夫，借点酒劲儿，他说什么？你们谁敢惹我？谁敢惹我？我是当今的大王，就指秦王嬴政，我是他假爹。你别看没这称号，他得管我叫爹。这大臣都明白什么事儿？这跟那个秦始皇他妈好啊，都生俩孩子了。你看，有大臣就报告给秦始皇。嬴政一听气的，这个时候嬴政呢没有一统六国，也气得要死，说这样败坏我宫廷的名誉了得吗？咬牙切齿的。这消息呢通过太监透露给嫪毐，嫪毐一看，得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与其这样，不如我先动手，划了些党羽呢，就要把这嬴政给杀掉，自己想当皇上，那哪成啊？他个杂牌军，他肯定干不过正规军。结果秦王嬴政迅速平息叛乱，把嫪毐五马分尸，然后杀进雍宫里边，把这嫪毐和他母亲赵姬淫乱生下的俩孩子活活给摔死，然后把他母亲打入冷宫，囚禁起来。那么后来很多大臣呢就劝说你呀，毕竟是你亲妈，不能这么对待她。秦王嬴政一琢磨，自己要一统六国，当以理服人呐，以德服人呐。我是对自己亲妈的，我呀认错，把自己亲妈从冷宫里接出来，恭恭敬敬的接到皇宫里边。你看嬴政后来还做了这么场秀。那说这吕不韦呢？吕不韦听说这事之后啊，吓得要死，也知道秦王嬴政心狠手辣，不会认自己这个亲爹的，所以在家里啊弄点毒酒喝去，死了得了，我也不遭这份罪。所以赵姬淫乱后宫，这在历史上管这段呢叫赵姬之乱。最后嬴政平息这把祸乱，才一统天下。所以你看这个赵姬这一辈子好像挺乱乎似的，可其实是呢，他是个不幸的人，就他没有在这个情变过程当中呢获得自己多少幸福，他是为了追求自己幸福，但其实他始终被别人当成棋子踹来踹去。那下边我说这位情变的女人，这个狠角色，她是完全自个儿做主的。可是呢，什么事情都有个度，过了这个度呢，很可能就会出一些祸事。这位呢，最后把皇位给丢了。比如说女的怎么丢了皇位？女皇啊，一说女皇，大伙儿都明白我说谁了，武则天。这武则天呢可不简单，武则天14岁的时候就被这个
唐太宗李世民招进宫，把他封为才人。也就是说，他其实呢最早是李世民的女人。可是，在宫里头，那会儿李世民已经年事已高了。李世民的儿子，就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就看上了武则天，但是他叫武媚娘。可是时间不长呢，李世民驾崩，这武媚娘呢，作为皇上的女人，就给弄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了。到了这感业寺里边啊，武则天耐不住寂寞，就跟感业寺里一个和尚叫冯小宝，俩人好上。后来武则天抓住个什么机会呢？唐高宗李治到感业寺里转悠，一下子看着他了。这武媚娘使出狐媚手段，弄的是唐高宗李治今晚上不走了，我也就留到庙里住了，让武媚娘过来侍寝来。就这么没几天功夫，把这武媚娘就给弄到宫里。结果到了宫里之后，这武媚娘利用自己的权术，后来逼走了王皇后，最后成了皇后。她成了皇后以后呢，自己没有忘当年老情人，叫薛怀玉。到后来，我们知道武则天呢60多岁的时候，她丈夫唐高宗李治死了，她索性自立为王，自己成皇帝了。这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嘛，武则天。她成皇帝了，这薛怀玉也更加横行霸道，而武则天对她有点腻歪。武则天打发人啊，把这薛怀玉给暗杀了，不要你了。这时武则天身边的男人是谁呢？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给她送了俩好东西。张易之、张长忠、张易之哥俩，这哥俩都20多岁，身强力壮，把武则天给伺候这高兴。没几天官封4品。你琢磨琢磨，靠这个出身的这两位，他的野心也不小。既然能够当今皇上喜欢我，那我们俩还怕什么呀？所以这哥俩横行霸道，广结党羽，就在朝廷里边专上权了。这一来引起了朝廷上下呀很多人的不满。你看骆宾王《初唐四杰》里后来写个《讨武诏文》，里边不有句词吗？几乎完结，遂乱春宫。就说你这个武则天呢，等于晚节不保，所以有许多人反对武则天，天下共讨之。最后朝臣联合在一块诛杀张氏兄弟，把武则天呢在病榻上逼下皇位，由他的儿子中宗李显继位。那么下面咱说这个女人呢，跟武则天有关系，她是武则天儿媳妇，也就是唐中宗李显的老婆韦皇后韦莲儿。这个韦莲儿是个超级模仿秀，她又模仿谁呢？模仿她老婆婆武则天，也想从皇后这儿专权，一点点的自立为王，当女皇。当年这个中宗李显当太子的时候，这韦皇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模仿秀。跟老婆子学，老婆婆身边不少男的，我也得有。他勾搭上谁了呢？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这个武三思呢，能力不大，可人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当时受重用，有权利，长得又漂亮。韦皇后一看这挺好啊，一来二去呢，把武三思就给弄上床，两个人就好上了。他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后来中宗李显继位的时候，韦皇后就像当年唐高宗李治跟武则天一样，他在后边弄那么个帘子，坐在里头垂帘听政，这为自个儿登基大典做准备。后来他和自己的女儿合计合计，把中宗李显给毒死了。当然这是历史一桩疑案，这个韦皇后就想借这机会把自个儿立起来。可是这个时候呢，在很多大臣的辅佐之下，唐玄宗李隆基那会儿还没登基呢，跟自个儿的姑姑太平公主俩人合伙把这韦皇后给弄下去了，给杀了。所以这韦皇后呢，最终呢，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当中，把自己性命给丢。那么下面我说这位呢，和前面说这三位还不太一样。咱们前面说这三位，赵姬、武则天、韦皇后，
哎，多少有那么点不把伦理纲常当回事儿，但基本你还可以接受。今儿我说这位呢，下边第4位啊，你要搁现代人观念也绝对接受不了。怎么的呢？她本来是儿媳妇，后来跟了老公公了，跟老公公以后还跟干儿子不清不楚。你说这搁现在谁能受得了？说这是谁呢？杨贵妃。说哎呦，杨贵妃，哎，你前面说这都皇后啊，杨贵妃贵妃级别不够，不是级别不够。你别看她封为贵妃啊，杨玉环杨贵妃，可其实是实质上的皇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唐玄宗也知道这是自个儿儿媳妇，给糊弄到手，弄得不地道，所以他把原来的皇后给废了。废了之后，他也不敢立杨玉环为皇后，所以就皇后这位置啊空着，不立皇后。所以杨贵妃实质上就是说他怎么给弄到手的呢？这杨贵妃小时候长得就漂亮，杨家有女初长成嘛，养在闺中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写的。这杨玉环出来特漂亮，结果被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看上了，给娶过来了。可娶过是娶过来，千不该万不该，被老公公唐玄宗给看上了。哎呦，相思病了，神魂颠倒，我儿媳妇这么漂亮，哎，结果唐玄宗开始使套，想什么办法呢？以祭奠皇太后的名义，在外边呢建立所太真宫，说咱得自己家里人去守孝去，就把这杨玉环给调派。这下唐玄宗好了，名正言顺过去跟儿媳妇偷情。有人说这个事儿在唐朝这不败坏朝纲得多少人骂呀？这个中国唐朝啊，用我们现在眼光看，就是个有点分裂的时代。哎，当时还没多少人说三道四呢，结果这样，那边杨玉环在太真宫里待满5年，他22进的太真宫，27出来，名正言顺的进到宫里册封为贵妃，这么的这儿媳妇成了老公公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杨贵妃呢特别得宠，唐玄宗对她特别好，这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哎，所以这等于是万千宠爱在一身。这时间长，杨贵妃也腻歪不满足，一不满足出事儿。当时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安禄山呢是汉胡混血，他母亲是胡人，他父亲是汉人。由于给朝廷立了大功呢，就到长安来汇报工作，面见圣上。这一面见圣上呢，为了展示皇上浩荡，唐玄宗呢让安禄山呢认杨贵妃为干妈。其实他俩岁数差不多，这一认干妈，那就可以出入干妈的屋里了，一来二去，你看这个旷女对猛男，俩人就好上了。这一好上来，安禄山汇报完工作得回去，回去之后对他干妈是日思夜想啊。于是，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安禄山反唐。当然，他反唐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其中呢，思念杨贵妃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结果这一打，唐玄宗的队伍不是个儿，带着自己随从，急急忙忙的跑到四川，跑到蜀中避难去。那跑到马嵬坡这块的时候，他底下人想明白了，说安禄山为什么要打他？恐怕跟他干妈杨贵妃有关。在他干舅舅杨国忠，杨贵妃他哥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奸臣。所以这些当兵的呢，一鼓噪，逼着皇上逼宫，你呀，我把杨国忠杀了，把杨贵妃也弄死，就怨他们兄妹俩。唐玄宗当时还哀求呢，杨国忠我弄死行啊，他妹妹能不能留条命啊？不行，后患无穷。所以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唐玄宗也不敢武力大毁，所以干脆吧，爱卿诚可贵，听命加更高，把杨国忠处死，然后赐杨贵妃3尺白绫，让他吊死在马。但说实在的，杨贵妃在后宫不遵守宫廷的规矩，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遭受到一些报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么4个中国历史上的狠角色，你说他们错了吗？不见得错。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侯门一入深似海，你既然进入后宫了，其实就已经杜绝了你在追求幸福爱情的这种自由，你就得认了。如果你想冲破这樊篱，想追求一下自己的爱情，恐怕就要跟政治刮上无穷无尽的瓜葛，最终的结果一定不会理想。那么我们这一个系列说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奇女子，咱们今天说的女人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狠毒的几个女人。你看呢，中国妇女呢，大多数是温柔善良的，可是中间出那么几个比较狠毒的，毒的不得了。有句老话嘛，叫最毒莫过妇人心。说这话从哪儿来的呢？这是《封神演义》里边姜子牙说的。当年姜子牙呢得罪了纣王，这不是劈死了尉迟琵琶精，所以纣王呢要害他，姜子牙呢就要自己的老婆马氏跟自己跑，说你跟我跑吧。马氏死活不同意，我才不跟你跑，你死不死？所以姜子牙一来气说了这么句话，说叫这个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是可，最毒妇人心。他说的什么意思？说这个蛇呀，青竹是种毒蛇，毒蛇那个毒牙那嘴毒吧，黄蜂尾上针，蛰人的黄蜂尾巴上的针有毒吧？这两样都一般，最毒的是女人的心，所以最毒妇人心这话是姜子牙说的。但是姜子牙呀，咱得说他说的过，为啥呢？他老婆马氏跟他本来就半路出家，都60多才嫁给他。你这人这在这个朝歌这地方都住惯了，你这惹了事儿了，你跑，人家不跟你去很正常啊。守家在地的人把老骨头得交代到这儿，跟你跑，那不成浪迹天涯了？所以马氏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姜子牙站在自个儿立场上说最毒妇人心，这有点说过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伙说这几个女人，那可是真真实实的最毒莫过妇人心。头一位，咱说这位狠毒女人到什么程度呢？他儿子都被他这个狠毒给弄得精神崩溃了，年纪轻轻就死了。这个女人谁呢？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吕雉。这吕雉最后把这个汉高祖刘邦给熬死了。当时呢，他的儿子太子汉惠帝，这汉惠帝呢是他亲生的孩子，可是呢和这吕雉不一样，和他母亲不一样。我们历史上都知道，这吕雉心狠手辣，你干过不少事儿，包括跟萧何合谋在未央宫诛杀韩信。所以历史上说韩信有句话吗？叫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什么意思？当初他是怎么跟着刘邦的呢？被排挤走了，萧何月下追韩信，没有萧何哪有韩信的辉煌啊？可是死的时候也是韩信和吕后合谋害死他，这叫生死一知己，指萧何；存亡两妇人。这个韩信呢，当初生存下来都没饭吃了，碰着个朴母，什么朴母呢？就在河上洗衣服的女的老太太，给他口饭吃，他才活下来。这是他活下来。他死呢，也是让吕后一个女人害死的，所以叫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吕后在处理韩信的问题上心狠手辣，毫无回旋余地。而他的儿子这个汉惠帝跟他不一样，汉惠帝当年呢得商山4号的抚养，商山4号4个老头，搁现代话说就等于4个社会科学家，是这类型的。他什么东园公、贾皇公、齐礼记陆李先生，这么4位接受的是儒家的思想。所以这汉惠帝呢，打小呢宅心仁厚，心慈面软，处理事情呢比较公道，搁现代话说以人为本，是这么个人。他当然就有点看不惯他母亲这套，觉得他母亲吕后太霸道太专权。
本来这个娘俩啊，原来没什么矛盾，可是他这个16岁汉惠帝登基，一天一天的呢接触朝政了，他发现他母亲这一套他看不惯，受不了。你看他长得17、18了，也青春期了，也该叛逆了，跟他母亲关系就不好了，两个人矛盾一点一点就开始爆发了。有这么一天呢，突然汉惠帝呢跟吕后就说了，说我怎么有日子没见到戚夫人了，我要看看她。这戚夫人谁呢？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当时叫戚姬，后来叫戚夫人。这个戚夫人呢，人不错，对这个少年时期小孩时候这汉惠帝呢也很疼爱。因为小孩都喜欢漂亮的阿姨，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汉惠帝小时候啊，跟这戚夫人关系很不错。可是这戚夫人刘邦是宠爱他的，那吕后就来气，所以吕后跟戚夫人一直关系不好。本来呢，刘邦死了，吕后占据绝对权威了，这戚夫人呢也等于就一点点的受冷落了，几乎就等于给打入冷宫了。可是这时候汉惠帝想，我怎么最近老长时间没见戚夫人了？我要去看看。吕后一听一哆嗦，你干嘛呀？你看他干嘛呀？汉惠帝说了，母后啊，这个戚夫人呢，生前在父皇生前极得宠爱，现在被打入冷宫了。我这登基成皇上了，我得显示我的恩德呀。他作为这个先皇的人，而对我也有养育之恩，我得看看他去。吕后一听，你是不是让那些老古董给教糊涂了？怎么有妇人之仁呢？他一个打入冷宫，你看他干嘛？就不让他去，越不让去，这汉惠帝越要去，因为他这时候挺叛逆，本来对自己母亲看不惯，非去不可。吕后没办法，你去可是去啊，你到时候可别说把你吓着，那你去吧。那怎么吕后有这么句话呢？各位你都想不到吕后多残忍。就在汉惠帝想要去看戚夫人之前不久，吕后把戚夫人给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怎么弄的？管这个叫人质。什么叫人质呢？把这个戚夫人弄来，俩胳膊俩腿剁掉，四肢剁掉，眼睛挖出来，舌头割下去，耳朵里灌上铜，喉咙里灌上哑药，让他发不出声。这种情况下，这人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能活2天。这不把胳膊腿都剁下去了吗？把他塞到个坛子里头，叫人质。我在这说，您听着都害怕。你想想，汉惠帝见到这个戚夫人做成的人质得什么样？这罐子就扔到厕所里了。那你进去看吧。汉惠帝纳闷，怎么让我进厕所里？一进里头看着罐子，再看着里头戚夫人这惨样，哎呦我的妈！把汉惠帝吓得魂飞魄散。这一受惊吓，汉惠帝落下病根了，晚上经常做噩梦。那是一想着这么惨，这比恐怖片恐怖多了。睡梦当中经常被噩梦惊醒，魂飞魄散，又哭又喊的。这下落下病根了，精神崩溃了。16岁汉惠帝登基，23岁英年早逝，跟受这场刺激有直接关系。他想不到自己母后竟然如此之残忍，大大超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最终精神崩溃，导致茶不思饭不想，最后身体极度虚弱，23岁英年早逝，继位才刚刚7年，还没能展开手脚呢，就被自己亲妈的举动活活给吓死了。你就说这吕后狠到什么程度，连自个儿子看他妈这些都受不了，这是。所以这吕后可以称得上非常狠毒的一个女人。那么咱们再往下说，另外一个狠毒女人，这吕后是西汉时候的，咱再说一离咱近点的，大清时候谁呢？慈禧太后。要说慈禧怎么狠呢？你看她那个图像啊，挺慈眉善目的，旁边都说老佛爷老佛爷怎么着。哎，你别看管他叫老佛爷，慈禧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在宫廷斗争那么些年屹立不倒。这个人要没点手段啊，没点恶毒心肠，很难立足。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后宫啊，资源有限，围着皇上，而且宫廷争斗，除非不斗而已，一斗必然下死手。所以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最终能够爬上来的人，那可以说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人。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慈禧太后就这么个主，所以有后人猜测呀，说慈禧死是70多岁，她死之后不到20个小时，光绪没了。有人说这都奇怪了，怎么这么巧合？这娘俩一块死的，等于，而且慈禧死70多老太太了，光绪才38，正年富力强呢，怎么就死了呢？有人猜呀，是慈禧把光绪害死。有人说不能，虎毒不食子呢。各位你别忘了，光绪不是慈禧的亲儿子，哎，他不是亲生的。这说不是亲生的，他就下得了手吗？故老相传，有人说呀，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都知道，这个慈禧和光绪在政治立场上是两个，一个是保守党，一个是改革派。戊戌变法，那不就是光绪呢？跟这戊戌六君子，包括这个康有为、梁启超商量，最后呢不成，被荣禄呢给剿灭了。这中间还掺杂着袁世凯告密等诸多细节。最后呢，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头，其中就有大名鼎鼎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分文。那戊戌变法失败，这时候光绪呢就让慈禧给软禁起来，不准他再管朝政。这个戊戌变法严格意义上说分帝党和后党，帝党是要变法的，以光绪为代表；后党是要主刀变法的，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一开始跟光绪联合，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改革的成功，但是没想到被慈禧太后各种各样的手段给镇压下去了。所以他们这两拨人呢不是一回事。在政治上呢，光绪也看到了，不这么压着他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他不想再过这种垂帘听政的日子了。第二个呢，光绪也睁眼看世界，你看日本明治天皇完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摆脱欧洲列强对他的欺负，好事啊。所以他也想学日本搞这戊戌变法，所以这个涉及到激烈的利益冲突。最后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有的人就根据这个说呢，慈禧年事已高，一想我要死了，光绪掌权，非得接着变法不可。慈禧一想，那样大清江山就不保了，祖宗基业就不保了，大清就变天了，我对不起老祖宗。所以有人说，慈禧在自己死的时候也得把光绪带死，抓个垫背子。也是光绪这个官方给的解释，说光绪怎么死的呢？哎呀，这个身体病，到38岁呢，还有一些先天性疾病，就那么体力衰竭死了。可是宣统的溥仪他有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我前半生里写的很明确，说这个光绪啊，死前一天还叨念呢，啊，这慈禧呀没了，我什么时候能掌权呢？我怎么地？还说呢。结果第二天呢，有人送了一副药，吃完这副药没多长时间，光绪蹬腿死了。有人就怀疑这是慈禧把他毒死的。当年这是猜测，现代科学还给了根据。现在有几位科学家呢，光绪他不是有这个坟吗？找这个光绪的骸骨呢，研究他头发，发现根据光绪的头发判断呢，他这里有些重金属，有砒霜，基本判断光绪是砒霜中毒。那砒霜中毒，谁能有那种方便条件那么大胆给皇上下毒呢？恐怕这老伯呀摆脱不了干涉。有的人说，这毕竟怎么说呢，皇族血脉能下毒就给毒死吗？其实这不是皇族血脉的斗争，而是我刚才说保守党和改革派两派的斗争。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理解了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把光绪弄死拉个垫背。但是这不管怎么说，能做出这样决策的，把个皇上给毒死，这也是心肠歹毒的人才能做到。稍微有一点恻隐之心的人恐怕都下不去手。这慈禧您说够不够狠毒的？下边说这位狠毒的人，恐怕是我今天说的最毒妇人心之罪。为啥呢？吕后呢把他儿子吓死了，他也不想吓死他儿子，这可以算无心之失，就他自个儿太狠了。慈禧毒死光绪呢有政治意图，再一个光绪呢也不是他亲儿子，
我下边说这位最狠毒的妇人，虎毒不食子，她偏偏把自己亲生打死了。武则天的故事呢，咱们都耳熟能详啊，跟唐高宗李治进了宫，武媚娘。可是进了宫，她不满足啊，她最大障碍谁？前面有个王皇后。武媚娘是很想当这皇后的，她一直想找机会扳倒这王皇后，可是始终这机会也等不来，等着等着，到她33那年，机会来了，怀孕了。她给唐高宗李治生了个小姑娘，女孩。哎呦，这李治宝贝的不得了，天天过去看去，哎，我女儿怎么样了？我女儿怎么样？一个宝贝。这个事儿可把王皇后嫉妒坏了。为啥？王皇后不能生育，可是问题是呢，自个儿呢母仪天下，贵为皇后，这有个贵妃生孩子了，这龙种啊，我得看看去。所以他也得假模假样的到武则天的寝宫去看去。哎，俩人虚头巴脑的，客客气气的。哎呦，这孩子真可爱，挺好啊！啊，这真是大唐龙种啊！说两句客气话，待不长时间，王皇后转身走了。可他这一走，没想到变生肘�裂，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他回去不长时间，就传来消息，这个小公主死了，而且一看窒息而死，好像被人掐死的。这一下可不得了了，把这唐高宗李治气的，赶紧给我调查，找人，怎么回事？一问谁来过？王皇后来过。鼻涕一把泪一把说，王皇后来过，看看这女儿可爱，说要抱着玩一会儿。那皇后我得给她抱啊，哪成想啊，胳膊一会儿她走了，我再看孩子死了，被掐死了。结果这李治气的，你这王皇后，你就嫉妒武媚娘，你也不能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啊！把他给我叫来，把王皇后招进去。王后一听怎么着，孩子死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啊？这我有那么大，我没干这事儿啊！我是希望他娘俩不得好，我还咒武媚娘咒多少回？我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我把武媚娘咒死了，也不会死的孩子呀。可这个事儿跟皇上怎么也说不清，不是我干的。唐高宗一拍桌子，你胡说！就你去过，在场就你跟武则天，你们俩人啊，不是你干的。他亲娘把亲女儿掐死了，可能吗？王后心里说：“怎么不可能啊？她就是那么个狠毒女人。”可这时候她知道说这话也没人信，百口莫辩。唐高宗李治一来气，就要把这王后废了。可是大臣里头有些就怕出这个问题，有些大臣呢冒死相见，皇上，王后不能废呀！哎，一五一十说清楚了，很多大臣都起本说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草率。唐高宗李治一看呢，众怒不能犯呢。不废是不废，自此之后冷落王皇后，后来找个机会到底把她废掉了，立武则天为皇后，这才有后来大唐天下为大周所取代，武则天登基，当上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武则天自己掐死的，你就看武则天抓这机会抓的，就王皇后来看他这么会儿，他能下得去手把自己女儿给掐死。这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吗？咱们看这个《甄嬛传》里边，孙俪演的甄嬛扳倒皇后那一节，不一样吗？这《甄嬛传》的作者这会儿毫无疑问是抄武则天当年的智谋，也太令人吃了。后来有人给辩护说，这武则天也不容易，在后宫想要出位，他又不想这招，王皇后将来就得把他弄死。再一个，后宫里头呢，母以子贵，你要生了个太子，那你是有把握了，有保证了。生个女儿不管用。可不管怎么说呀，女儿儿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武则天能下了这种狠手，真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咱们有的时候说某某人，你看人家多厉害，两种方法看看，一种是他背后下了多大的功夫，咱得钦佩；还有一种他做出一些不是人的非常规举动，你干不出来。这样的人无论获得多大成功，都不值得我们羡慕。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啊，这些通过狠毒手段获得了权位的这些女人，你最后看看，基本上也没有善终。
因为杀人1万，自损3千，而且自己心里常怀着归吝之气的话，他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你害人，你就得防着人家害你。所以你要想在这世界上活得快快乐乐，少点算计人的心思，多多与人为善，这才是根本。狠毒的富人可能获得一时之权位、一时之金钱、一时之荣耀，可是千古之下，你再回头判断判断，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有谁愿意做这样的狠毒的富人呢？给你多少荣华富贵，恐怕你都不愿意换来最毒妇人心这5个字吧。